我叫江初瑶，今天是宫中举办选妃宴的日子。这个是我的表妹薛锦玉，不知道都以为是个白莲花，其实就属她心眼最多。这是我的母亲林梦如。今天一天，我将经历表姐的陷害，亲娘的落舍下石，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把我彻底的逼上了死路。镇国公之女端庄识礼，仪态大方，本宫见了十分欢喜。这太子妃之位，非初瑶莫属。且慢！皇后娘娘明鉴，妹妹名节有损，不配为太子妃。天啊！堂堂国公府嫡女怎会如此啊？这可是还未出阁呢。江初瑶，你可有什么要说的？请娘娘明鉴，你胡说，我没有。初瑶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不知廉耻的事？我江家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。初瑶腰间确有一枚梅花胎记，臣妇绝不敢欺瞒。我的好妹妹，若非怡亲亲自画出这胎记，别人怎么会相信镇国公的嫡女会做出这种事情呢？为什么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？你为什么要害我？你姨母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答应过会给锦玉这世间最好的姻缘。你在一天就阻了锦玉嫁入东宫的路，初瑶，别怪母亲心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娘亲，我不甘心。小姐，你终于醒了。小姐，你腰间的梅花胎记真好看。是梦？不对，是我重新回到那一天了。现在一切都还没有发生。好啊，既然上天又给了我一次机会，我绝对不会让他们得逞的。就是今天，只要把握住机会，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。那是外祖母再三交代要留给我的嫁妆，好一个偏心的母亲，竟连这个都给了她。姨母说这副头面与我的名字相称，特意送给我戴，妹妹不会生气吧？表姐喜欢便带着。妹妹是不是怨姨父没有替你求太子妃的名额？真羡慕妹妹有个好父亲，不像我，家人走得早，无人筹划。好孩子，有姨母在呢，谁也不能让你受委屈。初瑶，我平常怎么教你的？要懂得谦让，明知你姐姐身世可怜，没有父母疼爱，你还偏要摆这个冷脸，惹她伤心。母亲，从上车起我只说了7个字，何曾惹表姐伤心？母亲将外祖母的头面送给表姐，我无话可说，但我也同为母亲亲生，即便您不喜欢我，也请母亲一碗水端平。姨母别怪妹妹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太小心眼了。妹妹别生气，这头面晚上回府我就还你。这跟我母亲留下的银钗送给妹妹赔罪好不好？不必，表姐喜欢这头面，带着便是。只是外祖母留给我的东西，当时年纪小，让母亲收着。今日借给表姐过足了瘾，记得还回来便好。够了！这是你外祖母留给我的，我想给谁就给谁，你的贵女气度呢？母亲悉心教养表姐多年，难道不是表姐更该有贵女这个气度吗？做姐姐的怎会抢妹妹的嫁妆？母亲，你说是不是？姨母息怒，千万别误了进宫的时辰。前世太子就是在选妃宴前在此遇刺，
这是我扭转死局、寻找靠山唯一的筹码。你没事吧？你都被烫伤了。太医，太医在哪儿？快来人抓刺客！属下救驾来迟，请殿下恕罪。快去追刺客，肯定还没有跑远。领命。殿下，今日宫宴人多眼杂，不宜声张闹大，臣女只求找个医女敷药即可。小姐，你连命都不要了吗？伤成这样怎么去选飞燕啊？夫人要是知道了，定会罚您丢了江家颜面。若您选不上太子妃可怎么办？闭嘴！这里是皇宫大内，岂容你胡言乱语？臣女先行告退。镇国公之女端庄识礼，仪态大方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太子妃之位，非你莫属。且慢！请皇后娘娘明鉴，妹妹名节有损，实在不配成为太子妃。臣女偶然得到这幅画，而此人腰间的特征竟与表妹江初瑶完全一致。荒唐！画中人未露正脸，你凭什么认定是你表妹？因为表妹的腰间就有这个梅花胎记。薛景玉，女子身上的胎记是何等隐私？你并非我同胞姐姐，从何得知我腰间胎记？是姨母告诉我的。娘娘明鉴，分明是有人故意捏造画像，蓄意污蔑臣女。本宫相信镇国公的家教，他的女儿绝不会做出此等失仪之事。姨母，您是初瑶的母亲，您最清楚了，是不是？初瑶，我虽是你母亲，却也不能帮你圆下这弥天大谎啊！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？娘娘，我女儿腰间确实有一个与图上一模一样的梅花胎记，此事引人闲话，臣妇实在无言辩驳。娘娘，我女儿腰间确实有一个与图上一模一样的梅花胎记，此事引人闲话，臣妇实在无言辩驳。如此家丑，还请诸位不要传出去，否则初瑶这辈子就毁了。母亲想让表姐做太子妃，直说便是。女儿愿意退选，何苦用这种谣言来逼迫孩儿呢？母亲，我有没有胎记，你最清楚。你笃定我不会让人当场验尸？只要你这亲生母亲咬定这胎记，我这辈子就毁了。我当宁愿不是你的女儿。请皇后娘娘作证，当众为臣女验明正身，还我一个清白。启禀娘娘，江小姐腰间并无任何胎记，只有大片的新鲜烫伤。国公夫人竟然做出这种事情，江小姐太可怜了。不可能，她是故意的，她故意把胎记给毁掉的。娘娘千万不要信她。娘娘，臣妇发誓，她以前真的有胎记啊，她就是那画中之人啊。表姐一口咬死我就是画中人，如今胎记没了，你还有什么证据？
姨母可以作证，姨母看到了。母亲偏心，自然会帮着你。既然你们母女齐心逼我，那我只好以我之命以正我心了。住手！太子殿下驾到！参见太子殿下。殿下，臣女百口莫辩。不必害怕，有姑在。方才姑在御花园遇刺，是江小姐奋不顾身舍命相救。正因如此，她才被手炉中溅落的火炭大面积灼伤。姑特意找了大内医女替她包扎上药，她可以证明江小姐的腰间并无任何胎记。奴婢给江小姐清理伤口、上药包扎时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并未犯见任何胎记，只有严重的烫伤。不可能！你说谎！一定是江初瑶收买了你，让你帮他圆谎。放肆！她是大内伺候的医女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姑也在说谎是吗？臣女不敢。你与江小姐是骨肉血亲，可你却做出此等栽赃陷害之事。至于国公夫人，哼，姑以前从未见过有帮着别人去陷害自己女儿的母亲。臣妇也是受了蒙蔽。母后，江家小姐心地善良，舍己救人，儿臣愿意为她证明清白。此事请交给儿臣去彻查，到底是谁画出这种画，肆意污蔑他人，抓到了姑绝不姑息。琛儿说的是，初瑶是个好孩子。儿臣对初瑶小姐一见倾心，请母后赐婚，让她做儿臣的正妃。前世的死局，我终于破了。听说那薛锦玉是个孤女，进京投奔姨母的，结果反倒是鸠占鹊巢，还妄想用那种下作手段毁人家亲生女儿的名声。这种人最有心机，最是可恶。这国公夫人也是奇葩，居然不为自己的亲生女儿说话，反倒对外甥女言听计从。江初瑶难道不是她亲生的吗？心思如此狠毒，以后谁把这表姐娶回去，才是倒了8辈子的血霉呢！姨母，如今我成了满京城的笑话，日后还怎么见人啊？我不活了！江初瑶，看着你表姐被人非议，你心里很得意是吗？这难道不是她咎由自取？她本来出身就不高，如今因为你名声扫地，你有没有想过她以后怎么办？母亲为了表姐，要将亲生女儿置于死地时，有没有想过女儿以后怎么办？你是国公府的嫡女，就算没了名声，也有一世的荣华富贵可享。可锦玉不同，我答应过你死去的姨母会照顾好她，如今闹成这样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你必须说服太子，让锦玉和你一起嫁入东宫。什么？母亲你是认真的？你去替她求一个侧妃之位，她心思机敏，日后也能帮到你。你们姐妹齐心，互相扶持，岂不是一桩美谈？母亲为了锦玉，真是费尽心机。可惜啊，即便是太子的侧妃，像她这样上门打秋风的破落户，也配不上呢。逆女，你竟敢忤逆生母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初瑶姐姐，求你了，我已经无路可走了，你救救我好不好？只要让我与你一起嫁入东宫，我保证绝不会与你争宠，一定乖乖听你的话。妹妹，求你给我一个容身之所吧。况且太子殿下之后难免3宫6院，既然迟早要抬别的女人进棚，姐姐难道不比旁人更值得你信任吗？姐姐何须我给你一个容身之所呢？想必母亲定会把全天下最好的姻缘双手捧到你面前。退一万步来说，姐姐就算真的一辈子嫁不出去，母亲定也会把你当亲祖宗一样养你一世的。退帖，退帖，全都是退回来的败帖！我堂堂国公府表小姐，难道要绞了头发做裤子去吗？哎呦，我的心肝儿，别砸了，别砸了！那些瞎了眼的下流胚子配不上你。姨母给你买最新的金丝头花，咱们不要他们。
草民李林峰，见过夫人，见过表妹。见过姨母。原来是远房的侄儿，既然来了，就在外院客房住下吧。我看你那亲戚也有秀才功名在身，你若愿意，不如低价给他，日后等他考中进士，也是官夫。锦玉都听姨母的。你放心，到时候我定给你备一份丰厚的嫁妆，绝不叫你受委屈。妹妹，表姐怎么喝了这么多？妹妹，可否扶我回院子？我实在头晕的厉害。太子妃怎么不扶着她表姐回去？众目睽睽之下，若我拒绝，便是太子妃不近人情了。好，姐姐小心些。妹妹，姐姐实在走不动了。你的院子就在前面，不如到你房里先歇歇可好？原来是在这里等着我，我的好表姐，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。姐姐既然这般难受，那便去我房里吧。多谢妹妹。大小姐，表小姐，快喝口热茶暖暖。妹妹刚才也喝了酒，喝些热茶醒醒神吧。过一会儿，长辈们还要来后院寻你添妆呢。无事献殷勤，要小心。哎，怎么突然好困啊？妹妹怎么了？快躺下休息一会儿。这下该你了，做好了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明白。夫人，不好了，有外男闯到大小姐的院子里去了，你快去看看吧。太子妃和别的男人约会，真的假的？好大的胆子！什么人竟敢闯初瑶的院子？他的闺房在后院深处，外男是怎么进去的？天哪，不会是和外男幽会吧？江大小姐马上就要嫁入东宫了，做出这样的事，不怕天家震怒诛九族吗？这样看来，前些日子宫里传的那些事儿，那春宫画册不会真是他自己的吧？来人，跟我去看看怎么回事。光天化日之下，居然做出这种事儿！把门给我踢开，把那个逆女给我拖出来！江初瑶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做出这种苟且之事！把她给我从床上拖出来，我立刻清理门户。母亲，您要把谁拖出来呀？母亲要把谁拖出来呀？江大小姐，你在这里？那房里的人是谁？表姐今日不知怎的，非要到我房中休息。待她歇下后，我便去小厨房吩咐丫鬟做醒酒汤了呀。
刚安排好，就看到母亲领着人过来了，是发生什么了吗？不是我干的，我没有，你们别这么看我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，这全是栽赃，是你，就是你江初瑶干的好事。母亲何出此言？刚才天庄宴，我与各位夫人在前厅谈笑，半步未离，是您亲自带人，浩浩荡荡闯进我院，撞破表姐与外男私会，抓了现行，反倒倒打一耙，怪起我来了。就是你设计的圈套。你记恨宫宴之事，记恨我滕锦玉，怀恨在心。你是故意设下此等计谋，买通那个男人，骗锦玉进你院子毁他清白。你这是好狠的心机啊！为了报复不择手段。各位夫人小姐，求求你们评评理。锦玉自小乖巧温顺、纯洁无瑕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呢？明是初瑶嫉妒他得我疼惜，嫉妒他貌美，故意陷害。之前宫宴图画之事，也定是他自导自演来栽赃锦玉。妹妹，我从未与你相争，从未害过你半毫。我一直敬你让你，你为何容不下我？为何要如此狠心害我身败名裂？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？林氏说的好像也有几分道理。江小姐之前被污蔑，怀恨在心报复，也不是不可能。可这人证物证俱在，怎么看都是锦玉私会外男啊！难说，世家大族贵女之争向来如此。母亲、表姐，这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啊！张口闭口就是我陷害，拿出证据来。第一是表姐你自己说头晕难受，主动求我扶你来我院中歇息，我可曾强迫你半分？第二，我扶你进屋，片刻便转身离开，前厅10几位夫人都可作证，我院里丫鬟仆婢也能作证，我从未踏进院中。第三，这个陌生男子是母亲口中的远房侄儿李凌风，若无表姐你点头，母亲默许，一个外男怎能轻易进入戒备森严的国公府后院中？我若真想陷害表姐，何必选在今日天庄宴满府宾客齐聚之时？何必在我自己的院子、自己的闺房设局？这不是把脏水往自己身上泼，自毁名声吗？我若真有这般心机城府，想要报复，何必等到今日？宫宴之时，我便可以让他身败名裂，何须等到现在？对啊，江小姐说的太对了，哪有人在自己院子当着满院宾客害人的？这根本不合常理。林氏也太偏心了，是非不分，黑白颠倒，一味偏袒薛锦玉，连亲生女儿都不信，真是糊涂透顶。真是开了眼了，堂堂国公府竟出了这种伤风败俗的丑闻。江初瑶，你别得意，我能捧你，也能毁你。啧，当众威胁亲生女儿，真是不成体统。国公爷回府。大胆林氏，真是越来越放肆了！你纵容外女，陷害嫡女，败坏门风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老爷，不是这样，是初瑶陷害锦玉，是他逼我的。够了！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敢狡辩？你身为主母，是非不分，助纣为虐，罪加一等。来人，把薛金玉拖下去，逐出江府，不准再踏入半步。你放开我，我不要走！你教子无方，纵容恶行，即日起禁足偏院3月，闭门思过。初瑶，委屈你了，此事与你无关，安心筹备婚事即可。有我在，没人再敢欺负你。谢父亲。江初瑶真是太可怜了，被表姐和母亲联手陷害，还好她聪慧，当场自证清白，没让小人得逞。端庄大气又冷静聪慧，这气度配太子妃之位，绰绰有余。
之前那些污蔑他的谣言全是假的，如今真相大白，真是大快人心。薛锦玉和江府那位主母，真是丢尽脸面。楚瑶，今日之事，委屈你了。多谢殿下挂心，劳殿下费心了。你我即将成婚，你的事便是我的事。锦玉阴毒狠辣，你母偏心太过，这些日子一定受了不少委屈。你放心，有姑在，往后无人再敢欺你。姑要的太子妃，从来只有你，无关身份，无关过往，只因为你是江初瑶。多谢殿下厚爱，只是人心难测，我不敢轻信他人。前世悲剧，今生步步为谋，我早已不敢轻易交付真心，哪怕眼前人待我这般温柔体贴。无妨，我不急，我会等，等你放下戒备，心甘情愿地相信我，接受我，无论多久，我都愿意等。小姐，太子殿下对您真好，又温柔又体贴，比亲生父亲还疼您呢。多谢殿下，时辰不早，我就不留殿下了。好，你好好休息，改日我再来看你。小姐，这些都是夫人早年用过的旧东西，留着也没用，要不要挑挑？剩下的都烧了。这盒子倒从没见过。姐姐，江初瑶那孽种留不得。当年你生她时，我趁你产后虚弱、昏沉无力，拿烧红的银簪在她右腰下处狠狠烫出一枚梅花胎记，就是为了日后拿捏她，让锦玉取而代之，占她的一切。你若敢反悔，敢对那孩子心软半分，我便把此事公之于众，叫你和国公身败名裂，永无宁日。你别忘了，你欠我的，这辈子、下辈子都还不清。小姐，您怎么了？原来如此，原来我腰间那枚与生俱来的梅花胎记，根本不是天生的，是姨母柳如媚在我刚出生毫无反抗之力时，用烧红的银簪生生烫上去的。原来我从出生那一刻起，就活在彻头彻尾的谎言与算计中。我的亲生母亲早就知道一切真相，却为了所谓的恩情、所谓的承诺，眼睁睁看着我被算计、被陷害、被逼上死路，从未有过半分心疼、半分阻拦。柳如梅、薛锦玉、林氏，你们欠我的，欠了我2世的债，我定要你们如数奉还。这不是私会外男被赶出国公府的薛锦玉吗？真是丢人现眼。昔日贵女，如今过街老鼠，活该！谁让她心思歹毒，陷害嫡女？江初瑶，都是你毁了我的一切，凭什么你风光无限，我却流落街头，受尽屈辱？林氏狠心弃我，我不甘心，绝不甘心你嫁入东宫做太子妃。我早听说丽妃是皇后对手，一心让二皇子取代萧琛，他就是我的机会。公公行行好，我是丽妃娘娘远亲，有急事求见，通融一下。快点，别被发现。奴婢见过丽妃娘娘，求娘娘收留。你就是那个被逐出江府、私会外男的薛锦玉，一身污秽，来找本宫何事？
丽妃娘娘，奴婢知道您恨江初瑶，恨太子萧琛，奴婢与他们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，愿投靠娘娘，为娘娘效犬马之劳。奴婢对江初瑶的底细了如指掌，清楚她所有弱点。只要娘娘肯收留奴婢，赐奴婢荣华富贵，奴婢定能帮娘娘除掉江初瑶，助二皇子殿下登上太子之位。这人心狠手辣，恨极江初瑶，倒是个好用的妻子。好，本宫可以收留你，给你想要的荣华富贵，但你记住，办事不力，敢耍花招，本宫有的是法子教训你。谢娘娘恩典，谢娘娘，奴婢一定尽心尽力，誓死效忠娘娘，绝不负娘娘所托。娘娘，江初瑶身边防备森严，近身刺杀或下毒都难如登天，硬来只会打草惊蛇。奴婢有一计，从她身边人下手。她身边有个下属丫鬟，名叫春桃，家中老母常年卧病，急需银子买药，正是软肋。哦，拿捏把柄，借刀杀人，倒是聪明。你速去办，务必让他乖乖听话。事成之后，本宫重重有赏。若办砸了，后果你清楚。奴婢遵命，定不辱娘娘使命。你是谁？为何拦我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母亲在乡下卧病在床，药石难继，是不是快没钱买药了？你胡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别装了，这锭银子够你母亲买半年的药。要么拿着银子帮我钻事，要么我断了你母亲所有药源，让她活活疼死在床上。选吧。我不能背叛小姐，由不得你，要么帮我，要么你母亲死。我答应你，你别伤害我母亲。这样不就好了？记住，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我安插在江初瑶身边的眼线，她的一举一动都要立刻禀报给我。敢耍花样，你和你母亲都活不成。是，我知道了。娘娘，春桃已经按计划去了，这次定能成。别大意，江初瑶精明的很，出半点差池，你知道后果。小姐，天热赶路，奴婢给您泡了雨前龙井，您快喝口润润喉。你今日神色慌慌张张的，怎么了？没有啊，小姐，许是宴上人多，奴婢有些紧张。这丫鬟看着倒是忠心，还特意给初瑶送茶。应该的，伺候小姐是奴婢本分。今天春桃有些奇怪，近日有人说看到她和薛景玉见过面，要小心。这茶看着太烫，放会儿再喝吧。小姐，趁热喝才入味，凉了就不好喝了。你倒是比往日殷勤不少。这茶我不喝，赏你喝了。这是小姐的茶，奴婢不敢。哎呀，手滑了。春桃，你没事吧？这茶太烫了，你重新去给我倒一杯吧。是，奴婢这就去重新倒。这丫鬟也太毛骚了，端个茶都端不稳。无妨，小事罢了。春桃、薛景玉、丽妃，我会让你们亲手埋下的祸根，最终反噬自己。小姐，晚膳已备好，您先用些点心垫垫吧。放下吧。秋燕，从今日起，你全程紧盯春桃，她的一举一动，见什么人传什么话，都要一一记下，绝不能打草惊蛇。只要她和薛景玉、丽妃那边的人接触，立刻暗中跟踪，收集证据。是，奴婢明白，定盯紧她，绝不漏过半点东西。怎么才来？我都等半天了。姐姐见谅，宫中人多，绕了远路。这是给薛姑娘的密信，务必亲手交到她手上，绝不能让任何人发现。放心，我晓得轻重。信里写了何事，告诉她计划有变，今夜3更，城外3里破庙见面，商讨下一步对策，务必准时。记下了，奴婢这就送去。小姐，茶到了。几日前奴婢跟踪，见她偷偷在后巷约见锦玉的丫鬟，亲手递了一封信，信中约今夜3更在城外3里破庙见面，商要对付您的下一步计划。
薛景玉、春桃，你们打得好算盘，只可惜你们的每一步算计都在我眼皮底下。这一次，我要让你们彻底翻脸。秋燕，继续盯紧春桃，半点风声都不能漏。接下来该收网了。是，奴婢遵命。妹妹，之前之事是我不对，今日特地敬你一杯，赔个不是，望你莫怪。愿你我既往不咎，和好如初。表姐言重了，过去的事我早已不放在心上。哎呀，对不起表姐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，妹妹不必在意。皇后娘娘，丽妃娘娘，奴婢有要事禀报。薛锦玉心怀歹毒，买通我家小姐身边丫鬟春桃，意图慢性毒杀江初瑶。什么？他竟敢下毒谋害江小姐！天哪，心肠也太歹毒了！放肆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一派胡言！区一个卑贱丫鬟，竟敢当众污蔑锦玉，是谁给你的胆子？敢在皇家宴会上搬弄是非，造谣生事！不是我，娘娘，真的不是我做的，是他污蔑我。江初瑶，是你故意设计陷害我，对不对？你就是容不下我。别急，真正的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大胆薛锦玉，你心肠竟如此阴狠毒辣，暗中买通贴身丫鬟，蓄意毒杀朝廷命官之女太子正妃人选，手段卑劣，心思歹毒，目无王法，罪大恶极。皇后娘娘饶命，臣女冤枉！这些密信供词都是假的，是江初瑶刻意伪造，用来栽赃臣女的，求娘娘明察。是不是假的？一验便知，容不得你狡辩。来人，即刻查验刚刚摔在地上的茶。臣遵旨。皇后娘娘，查验结果已出，确实有异样。我的天，真的有毒！这锦玉也太过恶毒了！为了陷害江小姐，竟用这般阴狠的慢性毒术，当真是蛇蝎心肠。先前私会外男，败坏门戒，如今又当众下毒害人，这般品次，简直无可救药！放下女人！丽妃，薛锦玉是你亲自带入宫宴之人，如今他公然在皇家宫宴之上蓄意谋害太子储妃人选，你纵容爪牙行凶，干预宫闱政事，可知罪？皇后娘娘恕罪，臣妾全然不知此事，从未受一分毫。求皇后娘娘明察。不知，薛锦玉投靠你麾下，为你暗中做事，一心针对太子与初瑶，意图动摇储君根基，你却说不知。陛下驾到！好大的胆子！皇家宫宴，肃穆盛典，竟敢当众蓄意下毒，谋害朝臣贵女，祸乱宫闱，简直目无王法，无法无天。此事原委，朕已然知晓，薛锦玉亦可知罪。陛下，臣女冤枉，是江初瑶刻意栽赃陷害臣女，那毒不是臣女下的，求陛下明察，饶臣女一命。陛下，臣妾当真一无所知，薛锦玉所作所为，皆是他一己私念，与臣妾无关，臣妾绝无纵容包庇之心，求陛下恕罪。一无所知，人证物证毒验结果俱全，铁证如山。你们还敢在此巧言解辩，妄自欺瞒朕？薛锦玉心胸阴毒，蓄意谋害太子储妃人选，罪无可赦。李妃，纵容薛锦玉他依附你势力作恶，罪责难逃。今日特此宣判，薛锦玉即刻打入冷宫，幽禁终生，永世不得踏出冷宫半步。丽妃即日起禁足请人宫，闭门思过半年。江初瑶，是你算计我，是你布局圈套害我，我不甘心，我不会放过你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听说了吗？那个薛锦玉下毒谋害太子妃，如今被打入冷宫，终生幽禁了。还有丽妃娘娘也被禁足思过，这下彻底失势，真是自作自受。我到底做了什么？我守着一个恶毒的外人，百般宠溺纵容，却亲手毁了自己的亲生女儿。锦玉蛇蝎心肠，忘恩负义，我却视若珍宝；楚瑶聪慧善良，隐忍坚强，我却百般苛责，冷眼相待。
我真是糊涂至极，愚蠢至极。初瑶，我的好女儿，娘错了，娘真的彻彻底底错了，你原谅娘好不好？原谅娘这数十年的糊涂。初瑶，你别怪娘狠心，娘从来不是天生偏心锦玉，是你姨母柳如梅，她当年嫉妒我嫁得好，嫉妒你是国公府嫡女，命格尊贵，她暗中给我灌下迷药，趁我昏沉，亲手用烧红的银簪在你腰间烫下那枚梅花胎记，事后又拿旧日恩情死死拿捏我，日日威胁我。他逼我偏心锦玉，逼我冷落你，针对你。若是我敢半分违逆，他便要将此事公之于众，毁了你，毁了整个江府，让我和国公身败名裂。这些年，我一直活在他的威胁与愧疚之中。我不敢对你好，不敢揭穿他的阴谋，只能任由锦玉欺负你，任由他们一次次毁你的名声，断你的前程。这些年府中所有污蔑你的流言，一次次针对你的算计，全都是柳如梅和锦玉暗中策划。我明明隐约察觉不对劲儿，却胆小怕事，一味妥协退让，任由他们践踏你的清白。是娘懦弱无能，是娘对不起你，我的好女儿。你被柳如梅威胁，是你的软弱；你数十年偏心纵容锦玉，冷眼待我，是你的选择。你眼睁睁看着我被算计、被污蔑、被逼入绝境，始终袖手旁观，是你的冷漠。迟来的忏悔一文不值。你欠我的所有苦楚，所有伤害，从来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对不起就能彻底还清的。这些年，我一直活在他的威胁与愧疚之中。我不敢对你好，不敢揭穿他的阴谋，只能任由锦玉欺负你，任由他们一次次毁你的名声。原来如此，当年姨母柳如梅的病死，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骗局。她根本没有死，她是假死脱身，隐姓埋名，一直躲在暗处，操控着所有的一切。从我出世被烫下毒胎地开始，锦玉的骄纵歹毒，林氏的常年偏心，一次次毁我名节、逼我绝境的阴谋，全都是柳如梅一手策划。她才是藏在最深处、最阴险、最狠毒的终极黑手。而野心勃勃的二皇子，自始至终都只是他利用操控的一颗棋子。柳如梅，原来你一直活着，原来我上一世的惨死，今生的步步劫难，所有的恨，所有的苦，源头都是你。今日我终于寻到根了，这一次我定要你血债血偿，不得好死。所有阴谋，所有算计，所有血海深仇，今日起一一清算，彻底了断。殿下，如今萧琛最大的软肋便是江初瑶，他对江初瑶用情至深，满心偏爱，早已是人尽皆知。只要我们除掉江初瑶，萧琛必定方寸大乱，心神俱毁，痛不欲生。你说的没错，江初瑶看似柔弱，却是萧琛最致命的死穴。除掉他，萧琛便不足为惧。本皇子隐忍蛰伏这么多年，处处退让，步步谨慎，为的就是等待取而代之的这一日。而萧琛占着太子之位太久，风光太盛，不该让位了。殿下英明远见。殿下，单纯除掉江初瑶太过湍沓，收效甚微。臣有一计，可一箭双雕，一举拔出2大心腹大患。说来听听。我们暗中重金收买顶尖死士刺客，埋伏在太子出宫巡查的必经山路，伺机刺杀太子萧琛。无论刺杀成败，事后都在现场刻意遗留一枚仿制的镇国公府专属6牌。事发之后，殿下即刻入宫面圣，直言镇国公手握重兵，权倾朝野，早已心怀不轨，妄图恃宠夺权。届时臣随殿下一同进宫，在旁煽风点火，污蔑江初瑶心机深沉，城府极重，假意亲近太子，实则是镇国公安插在东宫的内线，父女2人串通一气，图谋不轨。只要扳倒太子萧琛，废掉退隐，东宫无人坐镇，朝堂兵权动荡，殿下便可顺势入主东宫。待殿下坐稳储君之位，再借朝堂之手除掉江初瑶，永绝后患。好计，一箭双雕，滴水不漏。既除萧琛，又扳倒镇国公，彻底斩断朝堂制衡本皇子的2大势力，
此时即刻着手布置，秘密联络顶尖刺客，仿制国公令牌，所有环节务必隐秘周全，不得露出半点破绽。臣遵旨。此番布局，定让萧琛、镇国公、江初瑶三人万劫不复。小姐，属下方才潜伏二皇子府外，窃听到柳如梅与二皇子的全部密谋，二人定下毒计，意欲刺杀太子殿下，再栽赃镇国公谋反，一并勾获小姐，一举扳倒太子与国公两大势力。好一个一箭双雕的毒计！柳如梅二皇子为了夺权害人，当真不择手段，丧心病狂。我知道了。殿下，前方山林幽深，草木过剩，视野受阻，恐有隐患，属下恳请队伍慢行，加强戒备。无妨，此处是寻常官道，历年侦查皆无异常，勿延误了军营巡查。是，属下遵令，全员戒备，稳步前行。上！诛杀太子，不留活口！有刺客！全员护马车，拼死护住殿下！统领，这群人身手了得，我们人手不足，快撑不住了！大伙们坚持住，保护太子殿下，咱们的人马上就到了。殿下！啊！大胆贼人，敢伤我殿下！今日定叫你付出代价！任务未果，快撤！属下护驾不力，致使殿下负伤，请殿下降罪。此事非你们之过，刺客早有埋伏，蓄谋已久。殿下快看，这是什么？镇国公府令牌，看来此事是蓄意栽赃，有人刻意布局。镇国公忠心耿耿，绝无可能刺杀殿下，这定然是有人伪造栽赃，陷害国公也。这我自然知道，现在即刻回宫，将此事报告陛下。是，属下领命。启禀陛下，大事不好！太子殿下今日出宫视察防务，途经沉礁深山，遭遇数十名黑衣刺客伏击，太子殿下小臂负伤，随行禁军死伤惨重。太子遇刺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刺杀楚军，胆大妄为，放肆，简直放肆至极！楚军出宫巡查，护卫森严，竟还遭人公然刺杀。陛下，刺杀现场还发现了一枚镇国公府的专属令牌。父皇，儿臣有本启奏。讲。父皇，镇国公手握重兵，常年镇守边关，麾下将士无数，权势滔天，早已功高尽主。他手握兵权多年，朝野半数武将皆受过他恩惠，势力盘根错节，野心早已滋生，绝非安分守己之辈。如今刺杀太子现场，赫然出现国公府令牌，此时再明显不过。这场刺杀定然是镇国公一手策划，此等狼子野心之徒，父皇不可不防啊！皇上明鉴，二皇子所言句句属实，这镇国公肆意妄为，恐要颠覆朝政。臣附议，国公府私藏异心，蓄谋刺杀楚军，蔑视皇权，恳请陛下严惩。皇上，不止镇国公其心可诛，其女江初瑶更是心机深沉，阴狠毒辣。镇国公之女江初瑶必定知情，她肯定是镇国公安插在楚军身边的眼线。够了！朕待镇国公不薄，赐他高官厚禄，与他重兵兵权，没想到他竟如此不知感恩，心生反骨，胆敢密谋刺杀楚军，祸乱长冈。传朕旨意，即刻拿下镇国公，打入天牢，听候朕的发落。国公也被关入天牢了，还是谋逆大罪，这下咱们江家彻底完了。那这若是陛下震怒，咱们整个国公府怕是没人能活。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啊！你父亲一生忠心为国，怎么就被扣上了谋逆的罪名？父亲半生镇守边关，抛头颅洒热血，忠心耿耿，一生为国，绝无半分谋逆之心。此次太子遇刺，令牌栽赃，肯定是二皇子和柳如回设的计，目的就是一举铲除江家和太子。如今父亲蒙冤入狱，江家濒临覆灭，此时此刻，唯有我能救父亲，能保江家满门。秋叶，即刻随我入宫。是，小姐。初瑶，你要去哪儿？如今局势凶险，入宫便是虎口啊！娘，越是凶险，越不能坐以待毙。我入宫求见皇后，为父亲鸣冤，为江家搏一条生路。娘，请你相信我。娘娘，江初瑶求见。快宣，民女江初瑶叩见皇后娘娘。娘娘，
民女今日冒死入宫，只为恳请娘娘出手相救，保家父性命，保江家清白。家父一生驻守边关，浴血奋战，鞠躬尽瘁，忠心可昭日月，绝对没有半分谋反叛逆之心。恳请娘娘信民女一次，赐民女3日时间，3日内，民女必定查清全部真相，揪出幕后真凶，破除所有栽赃污蔑，还家父清白，还朝堂公道。若做不到，民女愿随江家一同领罪，绝无怨言。好，初瑶，本宫信你父亲一世忠勇，为国戍边，绝无反心，亦信你的品行为人，绝非肆意攀附、颠倒是非之人。本宫便破格于你所求，与你3日时限，带你查出真相。本宫自会禀明陛下，还你们江家清白。民女谢皇后娘娘信任。小姐，如今时间紧迫，3日期限太短，幕后之人布局缜密，怕是很难找出破绽。越是精心布局的阴谋，越容易留下疏漏。柳如梅与二皇子急于成事，栽赃嫁祸看似天衣无缝，实则必定留有蛛丝马迹。那枚国公令牌是他们刻意留下的伪证，太过刻意，反而成了最大的破绽。我们不必纠结既定的假证据，要从现场遗留的未知线索入手。奴婢明白，小姐是要绕过对方故意留下的陷阱，去找他们来不及清理的真线索。没错，你立刻调派所有心腹人手，全员赶赴城郊山林刺杀现场，一寸一寸仔细勘察，切勿放过任何细微痕迹，尤其是刺客打斗撤离时遗留的物件、布料痕迹，尽数带回查验。是，奴婢即刻安排。小姐，属下等人奉命彻查城郊刺杀现场，有重大发现。江，现场除了那枚仿制令牌，可还有其他遗留之物？回小姐，我们在山林乱石截缝之中寻到了这一小块刺客遗留的衣角，可查清布料出处。属下早已走访京城绸缎匠人，内务府织造司核实确认，此种面料是专供皇子府邸的御用暗纹绸缎。今年仅有二皇子府申领过这批料子，寻常官员世家、民间百姓根本无权获取，也无处购买，这就对上了。刺杀太子的刺客穿的是二皇子府专属绸缎衣物，这根本不是巧合，分明就是二皇子暗中派遣的人手。以为伪证在前便能遮盖一切痕迹，却万万没想到自己急于成事，仓促撤离，反倒留下了最致命的破绽。二皇子野心勃勃，柳如梅阴毒狡诈，二人联手栽赃忠良，真是胆大包天。如今这块衣角就是直指二皇子的铁证。没错，这是我们翻盘的第一个关键证据，直接锁定幕后主使之人。仅凭这一块衣角，便能证明刺杀之事与二皇子脱不了干系。所谓郑国谋为刺杀，纯属栽赃陷害。秋燕，保管好证据，不得有半点损坏遗失。另外，继续派人深挖，追查这批绸缎的织造、领用、流转记录，务必找到更多佐证，形成完整证据链。是，奴婢谨记，必定妥善保管证据，继续深挖线索。小姐，仅凭这一块绸缎衣角，虽能证明刺客衣物出自二皇子府，可若是二皇子矢口否认，推脱是他人盗用府中面料，我们依旧难以定罪。单一证据似就单薄，极易被对方狡辩抵赖。我们如今需要的是一环扣一环的完整证据链，让他无从辩驳，无路可退。绸缎面料锁定了二皇子府，接下来我们顺着刺客这条线深挖。你即刻调动所有城外暗线，排查近期出没在城郊山林、身形矫健的陌生武者，重点核查二皇子府近期隐秘调动的人手。属下这就全线排查。小姐，属下遵照吩咐，顺藤摸瓜追查刺杀太子的一众刺客踪迹，反复比对身形、招式、行踪轨迹，终于查清了他们的真实身份。细细说来，他们是何来历？这批人是二皇子的手下，他们平日里从不踏出皇子府正门，专门暗中为二皇子处理各类见不得光的任务。原来二皇子私底下竟藏了这么多手下，难怪这批人身手统一。这便是第二条关键线索。面料只能算关联证据，可这批人便是实打实的人手。若非二皇子亲自授意，无人能够调动这批人，更无人敢善用皇子府专属面料。刺客身份已定，现下全力追查伪令牌的出处。那枚仿制令牌复刻逼真，绝非寻常街头妓人所能伪造。必定是京城老手所为，全城排查所有擅长复刻官制令牌。属下遵命。
本官问你，近日是否有人找你仿制过镇国公府专属令牌？如实招来，可免你罪责。小人不敢隐瞒，小人招。前几日确实有人重金托小人仿制过一枚镇国公府令牌。是什么人找你？是男子还是女子？可有凭证？是一名女子。那女子刻意遮掩容貌，装束低调，看似寻常工人，可谈吐沉稳，心思缜密，气场绝非普通下人可比，应当是刻意隐匿身份。他找你仿制令牌，可曾留下什么凭据，或是说过什么话？他手持一枚二皇子专属随身手令，以此为凭，复刻令小连夜赶工，一直枚与镇国公府一模一样的专属令牌，还许诺只要事情办妥，事后便赠予小人1000两重金，保小人后半辈子衣食无忧。果然是柳如梅，她一直躲在暗处替二皇子处理各类杂事，布局所有阴谋。这便是第3条，也是最关键的致命线索。此事锁定二皇子为主谋，特制面料佐证刺客出自皇子府，而伪造令牌的人正是柳如梅。二人一明一暗，联手策划刺杀，栽赃忠良，布局可谓歹毒至极。小姐，如今线索虽全，但终究都是间接佐证。二皇子和柳如梅嘴硬狡诈，大可推脱是下人私自所为，自己毫不知情，依旧留有狡辩余地。你说的没错，人证物证皆有，唯独缺二人亲自谋划的铁证。只要拿到他们私下密谋的直接凭据，这场棋局才算真正尘埃落定。二皇子为人谨慎多疑，柳如梅更是心思缜密，所有阴私谋划绝不会对外言说，只会留存亲笔密信部署任务。你即刻动用安插在二皇子府的内线，不惜代价搜寻所有隐秘密信。奴婢明白，这就加紧联络内线。小人参见江小姐，小人冒着极大风险，在二皇子府隐秘暗阁之中找到了至关重要的东西。小姐，这难道是他们密谋的亲笔信件？小姐，这封密信是柳如梅亲手草稿，交由二皇子批阅留存，里面详细记录了二人商定的全套计划。他们唯恐口头传讯出错，特意留信便忘，藏在书房暗阁深处。若非小人长期潜伏窥探，根本无从发现。太歹毒了，字字句句全是害人毒计，亲笔字迹，亲笔批注，私印落款，样样俱全。这是最关键、最无可辩驳的终极铁证。有了这封密信，再也无需推测，所有阴谋都是二人一手主导，字字属实，铁证如山，他们半分狡辩的余地都没有。真相大白，水落石出。父皇，此案证据确凿，铁证在前。镇国公手握重兵，蓄意刺杀楚军，图谋谋反，桩桩件件皆是重罪。儿臣恳请父皇下旨，依国法对镇国公从严惩处，以儆效尤。恳请陛下降罪，以正国法，以安社稷。镇国公枉负朕恩，属实罪该重罚。皇上，万万不可！刺杀太子、蓄意作乱的从来都不是我父亲，而是二皇子和柳如妹。什么？真凶是二皇子？这怎么可能？江小姐竟敢当众直指二皇子谋逆，胆子也太大了！莫非他真的手握证据？你怎么敢这么说？江楚瑶，你休得在此胡言乱语，搬弄是非！是不是污蔑？证据说话。皇上，臣女手中所有证据环环相扣，真实可查，绝非捏造。这一封是二皇子与柳如梅暗中往来的亲笔密信，信中详细记录了刺杀太子、仿制国公令牌、朝堂构陷、一网打尽东宫与江家的全部密谋。这一块布料是刺杀现场遗留的刺客衣角，属二皇子府御用绸缎，民间无处可寻，足以证明刺客出自二皇子麾下。这一份是仿制镇国公府令牌的工匠亲笔供词，亲口承认是受柳如梅与二皇子授意，伪造罪证，栽赃忠良。最后这份是二皇子暗中豢养死士的身份证词。皇上，4项证据层层紧扣，首尾闭环，铁证如山，足以证明臣女父亲纯属蒙冤受冤。逆子！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勾结奸妇柳如埋，暗中豢养死士，刺杀当朝储君，为了夺权篡位，不惜构陷开国忠良，搅动朝堂动荡，桩桩件件皆是谋逆重罪，你所作所为法理难容。天哪，这二皇子当真为了储位不择手段，谋害构陷忠良！父皇饶命！父皇饶命！儿臣冤枉！这些证据都是假的，全是江楚瑶刻意伪造出来陷害儿臣的，是他蓄意构陷皇室，挑拨君臣。
儿臣从来没有谋反之心，更没有策划刺杀。父皇，你千万不要信他，儿臣是被冤枉的。冤枉？事到如今，所有证据摆在眼前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我不甘心！凭什么你母亲生来就能嫁入国姑府，一世尊荣安稳？凭什么你生来尊贵，受尽天爱，还能坐稳太子妃之位？本该嫁入国公府，享尽世间荣华富贵的人是我，是你们母女抢走了我的一切，都是你们的错，我没错，是这世道不公！放肆，狂妄至极！朕今日当众定你们二人罪孽。二皇子觊觎储位，狼子野心，私蓄死事，意图谋反，构陷镇国忠良，即刻废黜皇子身份，打入天牢，终生监禁。柳如梅，心胸狭隘，妒火焚心，挑拨君臣，离间朝堂，谋害储君，构陷忠良，作恶累累，罪无可赦。交由三司会审，按当朝最重律法处置。江初瑶，今日落到这般境地，全都是拜你所赐，我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。是非曲直，自有公断。镇国公一生忠心耿耿，戍守家国，居功尽瘁。此番遭奸人陷害，蒙冤受屈。今日沉冤得雪，即刻官复原职，赏赐黄金万两，良田千亩。江初瑶聪慧过临危不乱，救父于绝境，破格晋封永安县主，以此嘉奖。陛下圣明。从今往后，再无阴私算计，再无背叛陷害，过往种种皆为序章。我终于可以放下过往的纷扰，卸下一身防备，好好生活，拼尽全力守护我的家人，守护我想要守护的一切。娘娘，臣等轮番值守，用尽良方，殿下仍高烧反复，昏迷不醒，性命垂危呀！朝堂恩怨，家族荣辱，我皆可咬牙去争，奋力去搏。可我最怕的是你一睡不醒。小陈，你一定要撑住，一定要平安醒来。我不求名利，不求荣光，只求你安然无恙。初瑶，初瑶，你没事吧？那日刺杀，你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，殿下，我一点伤都没有。你终于醒了，太好了，你终于醒了。我还以为你要一直睡下去。万幸，太子殿下终于转危为安，苏醒过来，真是天佑储君。对不起，初瑶，是我不好，让你日日担忧，夜夜牵挂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从今往后，我护你一世周全，世间任何人、任何事，都再也伤不到你分毫。此生我唯你一人，不设侧妃，不纳姬妾，东宫空悬，后宫无妃。这一生，我的身边，我的未来，只留你江初瑶一人。此生不负，初心不改，至死不渝。可唯独他，数次以身护我，次次真心相待，哪怕重伤昏迷，醒来第一面，依旧是我的安慰。好，殿下，我信你。这些日子辛苦你了。这丫头当真难得，危难之时临危不乱，智勇双全，不仅救了镇国公，更是稳住朝局，护住储君，品行、心性、胆识皆是上乘。江初瑶聪慧果敢，冷静通透，有勇有谋。此番拨乱反正，洗清冤屈，揪出逆党，有功于社稷，无愧忠良之女。且太子对其一往情深，全然信任，心意坚定，她便是最合适的太子妃。朝野上下，无人能及。陛下所言极是，二人本就是天作之合，早该圆满名分。臣等附议。圣旨至，
姜氏出窑，慧性天成，端良殊慎，智勇兼备，履安朝局，匡扶忠良，护佑储君，有功于家国。今太子身心痊愈，情根深重，特册封姜氏出窑为当朝太子妃，则3日后即日行大婚大典，普天同庆，钦此。这位江小姐真是难得，但是过人心怀大义，还得太子这般独一无二的深情宠爱，真是天大的福气，妥妥的天作之合。原来这便是嫁人的感觉。小姐今日真是太美了，凤冠霞帔，绝世风华，放眼整个京城，无人能及。太子殿下见到，定然欢喜极了。从今往后，便是新的人生了。恭喜太子恭祝太子妃百年好合，岁岁相守。初瑶，我来接你回家。一拜天地，二爱高堂，夫妻对拜，礼成送入洞房。我曾以为这一生只剩仇恨与算计，再也不敢相信人心，不敢触碰情爱。幸而山河辗转，风雨历经，我遇见了他。他许我一世偏爱，护我一世安稳，赠我余生温柔。这是什么玉佩？母亲从未提起过这枚玉佩，也从未留下只言片语交代它的来历。这般特殊的古玉，纹路诡异古老，绝非寻常世家佩饰，为何会藏在母亲的旧物盒底，尘封多年无人知晓？母亲到底隐瞒了什么？殿下，你怎么了？初瑶，这枚玉佩，你是从哪里得来的？萧琛向来冷静沉稳，历经朝堂风波，生死险境，从未有过半分怯色，天不怕地不怕。可如今，只是一枚小小的玉佩，竟让他慌乱失态至此。这是我整理母亲旧物时，从木盒最底部翻出来的。我从前从未见过，母亲也从未对我提起过半番。殿下，你认得这枚玉佩对不对？原来一切尘埃落定，都只是我以为的假象。我以为复仇落幕，恩怨了结，余生皆是安稳顺遂。可如今看来，这平静幸福的生活之下，早已暗流汹涌，危机四伏。这场看似圆满的结局背后，还藏着更大、更可怕的隐秘与危机。这枚玄黑玉佩究竟藏怎样不为人知的惊天秘密？萧琛为何对他如此恐惧忌惮？我的身世，我的母亲，到底还有多少从未被揭开的谜团与过往？